无数只刚被剥皮的青蛙弗洛格大腿正在等待工人进一步处理。处理过的弗洛格将会进入到人类的餐桌，成为一道美味佳肴。而这些正是由已经饲养成熟的弗洛格制作而成。此时，工人正在使用绿色的网袋将它们打捞上岸。无处可逃的青蛙弗洛格只能任由工人进行捕捉。然而，这家大型的养殖场一次便能饲养出上百万只弗洛格，每一年的利润高达上百万。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工人饲养100万只田鸡的过程。这是一家大型的青蛙弗洛格养殖加工厂。整个养殖场一共占据了100多亩的土地，用于饲养田鸡。可以看到，已经成熟的田鸡都有着手掌般大小，体型比起野生田鸡还要肥美。通过人工饲养出来的肉蛙特别丰满多汁，看了都能让人口水直流3000尺。那么，如何才能培育出优良的田鸡品种呢？首先，技术工人会在众多田鸡中挑选出健康并且适合繁殖下一代的公蛙和母蛙。母蛙相对于公蛙的体型要大上不少，有一种老妈带着儿子上街遛娃的感觉。而用于繁殖的场所也非常的讲究，需要往鱼池里面加入些许干净水和一些绿色植物作为点缀。由于青蛙交配的季节需要在雨季中完成，所以工人还在鱼池里安装了喷淋系统来模拟下雨时的场景。而正在交配的青蛙会成双成对的拥抱在一起，有时还能看到4只田鸡排成一列逛街的壮观场面。这段欢快的时间需要经过7749个时辰才能诞生出下一代田鸡。这些蛙蛋便是田鸡们疯狂过后的杰作。当产下蛙蛋之后，工人就可以将它们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饲养。而留在水池里的无数只蛙蛋也会通过抄网打捞上来，一次交配就能够收获到成千上万只蛙蛋。此时继续将所有蛙蛋转移到其他干净的室内鱼池，再进一步孵化出小蝌蚪。这个过程需要持续2周时间，小蝌蚪才能从中破壳而出。在成长期间，还需要每天5次使用鱼粉对其进行投喂，才能保证小蝌蚪有充足的营养摄入体内。而为了确保鱼池有充足的活动空间，每一个鱼池里面只能饲养大约2000尾小蝌蚪。在成长过程中，小蝌蚪原有的大尾巴会逐渐退化，直到完全消失不见。当尾巴消失之后，便可以将这些还处在生长期的小田鸡转移到其他大点的鱼池里继续饲养。现在看到的这些便是饲养了1个月的田鸡，而且它们的体型已经变得非常大。成长中的田鸡需要给予它们足够的独处空间，所以工人在鱼池里建有大量的空格来供它们栖息。为了让田鸡拥有健康良好的生活环境，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清洗一次养殖池，防止疾病造成大批田鸡死亡。在清洗鱼池的过程中，工人表现得非常简单粗暴，只需一边清洗一边换水即可完成清洁工作。而室外饲养的田鸡随时都可以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投喂的也是一些颗粒比较大的鱼粉。今天正好就有一批田鸡需要投放到市场，工人利用渔网将数千只田鸡赶到了一起，跳不出网圈的大批田鸡只能无奈地朝另一边游去，被迫挤在一起的田鸡瞬间蛙生一片，乱作一团。此刻便是将成群它们捕捉入袋的最好时机。只见工人手拿绿色网兜直接横扫水面，一次便能收获到满满的一袋，而且需要上百只网兜才能将水里的数千只田鸡清理干净。无处可逃的田鸡只能任由工人将其打包入袋。在清理掉一部分之后，工人继续移动竹竿，好让它们集中在一起，方便捕捉。而已经打包入袋的田鸡还要进行称重，按照每袋大概100至20斤左右的重量来分装。接下来将会运送到生产车间进行加工处理。如果将整只田鸡进行批发出售，当地的市场价格可以去到7块钱1斤。对于处理过的只剩下2条腿的田鸡，价格更是高达30块钱1000克。而这家大型的养殖场每一次出货都能达到1吨以上。此时刚捕捉到手的一批田鸡已经进入了加工厂，正在等待工人进行宰杀处理。首先将它们倒入到含有盐分的冰水中清洗干净，冰水可以让其快速失去意识，以方便进行宰杀。车间里面有数十名工人正在处理，他们会使用剪刀将背部的皮剪开再去掉，同时还要去掉体内的内脏，再剪去腰部以上的蛙肉。此时经过处理的田鸡已经丢弃了大部分没有价值的部位，只保留一双肥美的蛙腿。此时继续使用冰水进行清洗，去掉身上所有的血腥味，这些半成品便已经制作完成。接下来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精细化处理，继续用剪刀去掉多余的部分，没有清洗到位的地方再重新清理干净，还要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大小分类，随后再倒入到卤水当中浸泡2到3个时辰，这时才能把浸泡过的蛙肉再用清水冲洗一遍，之后放入到急冻车间里进行速冻处理。为了确保蛙肉速冻到位，必须将其铺平在输送带上。此时从输送带出来的蛙肉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18度，只需几分钟时间便能将其快速冻成狗。
继续将冰冻过的蛙肉称重，在装袋之前还必须过一次冰水，才能以每千克1袋进行打包入袋。最后使用机器封装，便完成了整个制作流程。要是能够在家里来一份麻辣田鸡，那味道简直不要太爽。